随着美国的衰落，德国政治家将逐步的恢复独立自主。也许到那个时候，德国的政治家可能才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吧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是美国压力加上种族主义的狂妄，德国的外长对台湾问题是信口胡言。德国的外长叫巴尔伯克公开表示，要通过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框架防止中国进攻台湾。他说不允许一个大国凭借自己的强大就可以吞并他的邻居。这个话从德国政客的嘴里说出来是充满了喜剧的色彩。因此呢，有一位旅居中国的德国女性海文娜发表评论文章，她说巴尔伯克是国际法专业的毕业生，不可能不知道台湾问题的实情。他把这种现象呢称为自我正义，其实就是我说了算。而且即使被事实打脸，这些政客们呢也绝不认错改过。最近一些年来，海文娜所讨论这种情况呢，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非常的常见。这些政客们为了维护自己虚假的形象，宁可用更大的谎言来掩饰，也绝不认错。一旦发生什么不可收拾结局，就把责任推给某个外国，比如说中国或者是俄罗斯。至于具体的政客是不是要被追究责任，有另外一种逻辑啊。西方国家的议会和政府都是民选的，即使做错了什么事儿，也是全体老百姓自己选错了。总之，政客是不负责任的。既然如此，巴尔伯克这样的人又何必认错呢？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，是海文娜没有想到的，那就是德国政坛上的这些人物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，不遭到美国的迫害，睁着眼睛去说一些瞎话，立场甚至比美国更加过分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美国的默许或者是支持。目前担任欧盟主席的德国人冯德莱恩女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。很多研究专家说她每天都是美国人，但是隐藏在这些人心中的到底是什么真实的念头，只怕要等美国势力衰退以后才能够知道真相。德国从来都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欧洲大国，在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化、艺术方面都为欧洲和世界做出过贡献。也正是因为如此昂萨集团对于德国的存在一直都是非常忌惮的。前几年有美国的政论家讨论新中国崛起的话题的时候，就还曾经拿当年的德国来作为案例，说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就像当年德国在欧洲一样，实在是太强大了，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制衡。这种说法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非常狂妄，而且充满霸权。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，美国人对德国至今还是曾有戒心的。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。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，拥有8000万的人口，强大的工业，雄厚的科学技术基础，一旦摆脱了美国的控制，那么德国去追求国家的正常化，追求核武器，追求远程弹道导弹，追求大洋海军，这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。我们不会忘记今天的火箭技术就是在德国 V2 导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美国能把大型喷气式飞机的速度提高到高亚音速，也是抢夺了纳粹德国的科技成果。美国对德国的政治控制是非常严格的。冷战结束了这么多年，美国依然在德国领土上驻扎了强大的陆军，在欧洲议会当中吸纳了大量的德国政客，甚至还走着全球化的绿党，在德国政坛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。作为德国外长的巴尔伯克女士，如果不在一些具有战略性的问题上坚决和美国站在一起，那么很快她的政治生涯就要结束。这恐怕是这位女士胡言乱语的原因吧。德国说美国控制的局面呢，会永远这么持续下去吗？这个世界是动态的，德国毕竟有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。如果美国的控制能力下降，德国就必然会谋求自己的独立意志。这一次乌克兰战争就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。德国虽然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事援助，但是与乌克兰政府所期望的是相去甚远。为此，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里尼克甚至直接嘲笑德国总理索尔茨，说他是受伤的猪肝肠。因为德国不怎么配合，拜登在马德里北约的峰会上是反复的强调内部要团结。随着美国的衰落，德国政治家将逐步的恢复独立自主。
也许到那个时候，德国的政治家可能才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吧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